寂静岭常常会将人心中的罪恶具象化，从而形成某种可怕的怪物。由于它们是原罪的产物，所以这些怪物多数形象扭曲，极具攻击性。不过在极罕见的情况下，执念也会化作人形，人们将其称之为应运而生。玛利亚便是由此而来。她不清楚自己为何在此，也不记得曾经的过往。玛利亚内心十分困苦，她甚至曾考虑过轻生。思虑良久，她决定去寻找答案。其实相比起这个所谓的答案，她更害怕孤独。走出酒吧后，玛利亚徘徊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。大雾弥漫的街道上隐藏着许多怪物，只要稍不留神就会丢掉性命。一路上那些怪物对玛利亚紧追不舍，女人只得暂时躲进一个别墅中摆脱他们。稍息片刻，她开始逐个房间搜索，然后在其中一扇门后，她居然发现了所谓的活人。对方似乎反感她这个不速之客，坚持紧锁房门，一言不发。玛利亚不断敲打着房门，试图与对方面对面交谈，可对方坚持不想以面示人。无奈之下，玛利亚解释说自己不过只是想要个活人罢了，比起死亡，她更害怕孤独。然而门后的声音并没有同情她的遭遇，那个男人说着一些关于命运的话题，让人匪夷所思。两人的第一次对话不欢而散，可在玛利亚的坚持下，对方还是与她互换了名字，欧内斯特·鲍德温。这个不愿以面示人的家伙，让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同名国王。为了打动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，玛利亚决定做些什么。她被阁楼上发生的异响所吸引，在点燃蜡烛查看时，玛利亚在椅子下发现了一封信和某人的生日礼物。艾米·鲍德温。看来这份女儿的礼物应该足以打动那个男人。玛利亚再次回到那扇门外，当她读出信件内容时，屋内男人的语气明显发生变化。女人无意间的举动间接打开了对方当年的心结。10年前，欧内斯特生日那天，女儿不慎从阁楼上坠亡，孩子手中死死抓着一个空荡荡的信封。时隔多年，父亲才明白了女儿的用意，这件事注定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鲍德温虽然同意将那封信以及礼物收下，但他仍不愿意打开房门。沉默片刻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。鲍德温惊叹玛利亚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奇迹，毕竟作为一个能够让寂静岭系列中单开 DLC 的角色，这个女人的确不简单。鲍德温想通过女人的帮助让自己沾点所谓的好运。他请求玛利亚帮自己拿回一个特殊的瓶子，那东西承载着鲍德温的希望，同时也是某种复活仪式的关键道具。可碍于特殊原因，鲍德温并不能亲自去查。虽然鲍德温的请求让人十分不爽，但考虑到他的悲惨遭遇，玛利亚还是答应了。离开时，鲍德温难得向他开口道谢。片刻后，几经辗转的玛利亚终于将东西带回。鲍德温感叹，自打女儿死去后，这么多年他都一直活在执念中。鲍德温在这间屋子里苦苦寻找复活女儿的方法，最后直至他彻底困在这里。男人话锋一转，继续与玛利亚说起有关神明的话题。在他看来，这次二人的相遇并非偶然，而是神在冥冥中的安排。玛利亚将瓶子放在门口，面对接二连三的巧合，她开始有些动摇。鲍德温话锋一转，询问他是否相信命运。玛利亚表示自己并不相信，然后他又开始尝试打开门与对方见面。鲍德温告诉他，他所寻找的答案与这扇门后一样，都是死路一条。玛利亚沉思片刻，改口询问对方，那我如果相信命运呢？ That James, he's a bad man. James. 对方给出了一个名字 James。 如梦初醒的玛利亚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，她不断聆听着对方描述詹姆斯的话语，不知为何她对这个名字有种特殊的向往。鲍德温正欲开口揭晓玛利亚的身世之谜，结果却被他无情打断。他示意对方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门后再次恢复了寂静，玛利亚缓缓将门打开，如同鲍德温曾说过的一样，这里除了一条死路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灰尘与陈旧沉浸在整个房间内，那个男人似乎刚刚就在这里，可又好像从未来过。桌子上被拆开的礼物与那封信显得格外醒目。目睹一切的玛利亚内心早已知晓答案，她转身离开别墅，开始踏上那条不归路。女人踱步走在安静的街道上，内心久久不能平复。她又一次联想到那个曾经困扰自己的选择，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，到底应该选择不甘的死去，还是硬着头皮走完这条死路？最终她选择了后者，并将武器丢掉。与其不甘的死去，倒不如直面自己的命运。她想见一见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男人詹姆斯·桑德兰，毕竟他的出现就是那个人的应运而生。